不错。莫一前辈，如何了？这一年里，我丹田内空空如也，但是今日，内力如海水般涌出，充盈了起来。你已观想了1年，如此境界，不奇怪。可是想通了？我要回去，把他带回来。若是他不肯跟你回来呢？那就和他讲道理，讲过他了，然后带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志向。莫一前辈，怎么听起来像是在骂我？不过，先不着急，比起去找他，我现在更想先洗个澡。快哉快哉！前辈说秋水入海不够，我觉得这片云海也不够。那什么才够？天，只有这片天才够。我的内功，名垂天。来，谁让你把胡子养这么长的？瑶儿，你说我在这石碑后面，似乎没有了时间的概念。我这一去都1年多了，却感觉只去了几天，唯独这脸上的胡子没有骗人。不过，倒是也算有收获，我练就了属于我的内功，名垂天，是不是还不错？是，就是这胡子要是更干净一点儿，那就更不错了。哦，别动，不然一会儿真刮到脸了。嗯。好了。
百里东君这小子，刚刚竟然入了一瞬的神游玄境，倒是有趣。可惜只有一瞬。莫一前辈，我们也该走了。等我把叶鼎之从天外天带回来，便叫你来雪月城尝尝我酿的酒。我们到时候再见。希望还是不要再见了。都说仙人太上忘情，前辈可真是绝情啊！若你再次见到我，一定会后悔今日所说的话。原本以为你被叶鼎之吸走了内力，我还有些担心，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功力，还变得更强了。但让我感到最开心的是，你又恢复了往日的义气。师兄呢？这2年可好？好，也不好。怎么说？说来话长，进去说吧。外面那位，就是百里东君。那我一会儿可要好好瞧瞧他。姐姐，我拿着你的信物去了秀水山庄，也做了师傅的弟子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可不能再叫我姐姐了，论辈分，得叫我师妹。落霞姐姐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打趣你多开心啊！哟，百里公子久仰大名啊！哦，没想到我不在江湖1、2载，名号竟还如此响亮，惭愧惭愧。可非此名啊，而是姐姐。师傅，坐吧。师兄方才所言何意？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是你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名字。是叶鼎之。没错，半年前，北离西北面突然冒出一股势力，将边缘上的各大宗门都整合了起来。他们行事乖张狠戾，被人们称作魔教。他们不断骚扰我北离的边境，于是北离便派出一些高手前去抵挡。他们都不是对手，因为不知他们的底细，所以不敢贸然行动。直到上个月，江湖上3名德高望重的宿老潜入魔教，他们准备一举拿下魔教教主的人头，想让他们群龙无首。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，但却没想到，他们没有死，而是活着回来。北离江湖还没来得及欢悦，便发现这3位长老虽然仍吊着一条命，但全身功力竟都被废了。他们说重伤他们的人，正是魔教教主，他叫叶鼎之。东君，你在想什么？
我在想云哥，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。姐姐，怎么起来了？姐姐，好久才见姐姐一次，你看起来好孤单呀，我可以陪你吗？莫夫妇说，有朋友就不会孤单了，他跟子夫妇就是朋友。姐姐，你的朋友呢？我们可以请他来做客吗？朋友啊，爹爹没有朋友。曾经是有过，但是爹爹希望他不再把我当做朋友。教主，教主，小安氏，今晚莫叔叔哄你睡觉好不好？好，什么事这般着急？教主，这次北离派来的人到边境了，而且此人不一般。是他回来了吗？不是他，是另一个人，是一个教主你认识的人。行了，走吧。站住！可以啊，来挑一个。你们几个在这干嘛？琅琊，冒犯了，走。师兄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记得上次离岛前，可不是这般景象。我们跟男爵的战争已经开始，自然是要比以往严些了。二师兄，小师兄，人呢？我已经带来了。战事吃紧，长话短说，尤其是你。啊，好你个刘月，我好歹是师兄，你给不给面子啊？董渊，上一次天启城一别，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后来我和军中的军士们说起，他们说，像我们这种上阵杀敌的人，不能说这样的话。说了这样的话，就像是立了一面旗帜，最终这面旗帜将会插在我的坟头。可是我是不信的。你看如今，我说我们会再见，
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？你啊，成了冠绝榜上的高手，而我，成了北离赫赫有名的大将军。这样的重逢，我觉得很好。嘿嘿，是不是成熟很多？嘿嘿，是。行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说点有用的话吧。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二位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本来要去南绝边境，后来得了柳月师兄的消息，说你们近日要停靠东极海市府，特地赶过来见你一面。许久未见，这应该好好喝上一杯才是。下次吧。二位专程绕道来看我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同我说吧？是。南绝犯我边境，绝非偶然。如今西面魔族猖獗，北面的蛮族亦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如今北离的处境，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。西面有你父亲镇守，我们也马上奔赴南面。但是有的人，军队是拦不住的。东君，我想拜托你。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正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他一错再错。东君，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。好啊，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这个承诺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不尊重你的小师兄啊，大哥。哼，跳，跳。哎，你也叫一声啊。我还真得叫你一声大哥。我之前以为你死了，我没日没夜我睡不着啊。你去天体城之前，你娘亲给我下了毒，你要死了我也得死啊。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解药。大哥，哎，你还真信了呀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要死早就死了。我娘亲是骗你的，雷梦莎小弟弟。告辞。驾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天，我是不会死在南绝的战场上的。驾！学堂李先生座下弟子百里东君，定不辱使命。云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听说呀，2月之前，南绝10万大军压境，不出7天，便夺了我们10座城池啊！幸亏琅琊王及时赶到，不然他们一定会一路北上，直取皇城啊！这形势也是令人担忧，担忧啊！我们南城离北境、离皇都都那么远，总兵大人又何须担心呀？啊！这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随时准备提刀策马，上阵杀敌。今日我就上书一封，
恳请总督大人让我领兵1万，直奔男爵，以为天下之表率。南安城总兵部下不过600，还都是些守城的兵。谁人如此大胆，妄议上官？在下谢轩，乃一介书生，途经南安城，被一场雨困在了这里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南安城的兵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不是你的兵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大胆！你个小小的书生，竟敢挑衅总兵大人！大人不降，难道你降？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，可带兵打仗，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。比如说，你会用剑吗？我读过很多剑谱，我还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呢，都是些绝世的剑谱。书生，你若会用剑，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。虽然我嗤之以鼻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，会是怎样一柄好剑？唉，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俗气的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天下从不缺名剑，缺的是名剑士。大人，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。你的剑太久没用，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。剑仙，仙，一剑便成仙了吗？可惜，你说了不算啊。乱世如雨，落下来的时候，谁也躲不开，便只能入世了。明德7年冬，男爵北上，北蛮临江，西域不安。次年立春，魔教正式东征，进犯中原武林。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男爵，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。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，御敌国门之外。八公子之柳月清歌莫尘前去相助。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镇守国之西门。朝下，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，为正道魁首，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。这边可真冷啊！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！哟，这么巧啊！
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，7盏新叶酒有没有？我哥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银月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银月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自然是听说了。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啊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，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这么说吧，我平生所见之人，只有1人比他强。师傅。对。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，和叶鼎之的不一样，很奇怪，形容不上来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到时候以剑试之，不就知道了？二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还故意压低嗓音，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，像柳月师兄那样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大师兄你就嘲笑我，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，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。我哪敢嘲笑你啊！快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因为这样显得更有杀气。行行行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，拿着它，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，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。我听说你在来之前在东极海市府。是啊，我看到你爹了，他废话还是那么的多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谁要问他了？原来是卓墨公子，久仰。你久仰什么久仰？你是金口阎罗，我是琢磨多言。你不爱说话，而我一张嘴就能把人给说死，咱俩就不是一路人，就甭跟我客套，还久仰。反正你们人再多也打不过我一个，不如我们就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，折柳相送，就此别过。这位就是你说的北离八公子之一？对，琢磨多言。确实是个话痨。二位，我听得到。有幸。哎，你又来了不是？你嘴上说着有心，但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。你到底能不能真诚一点？我知道，你心里想的一定是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一出门就遇上了雷门第一少年英才，北离八公子之中最难对付的琢磨公子，也就是我。你怕不是今天出门忘了茶黄历，去年上坟忘了告乃翁吧？这个世界上啊，世事难料，而你遇上了我，就是你的不幸。闭嘴！
件精神纸，果然厉害。精神纸，一指3唱。刚才这一唱叫不离，第2唱叫不归。二公子，有个人也来了。雷，他可真会给自己找事啊！我才刚跟苏沐雨说过，不希望他们来呢。二公子，我们当真还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，就看有多少必死之心了。我还有第3场，唱精神。哎，我有个问题。什么？你们江湖人都是这样一边打架一边给自己解说的吗？雷梦莎，你确实很厉害，只不过你一个人，抵得过我们联手吗？谁说是他一个？我是清歌公子，洛轩。清歌公子洛轩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只许你能来，我来不得。清歌公子，8公子中的雅公子，据说每次出现在人前，不是有雅乐相伴，就是有花瓣落雨。我一直认为那是夸张的说辞，没想到今日一看，这世上还竟然真的有这么做作的人啊！哼！愣着干嘛？走！想追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西若寺，就在前边。叫什么？白东君。司空长风。怎么，现在探子取名字都这般讲究了吗？说吧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什么消息啊？你们不是老七派来柴桑城里的探子吗？当然是你们这段期间得到的消息啊。柳月和小黑另有任务，你先潜入柴桑城，等到了那里，自有我安排之人与你相见。那个雷大哥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所以说，
你还真就是脑子犯浑，想要闯出点名堂来。于是你从家里偷了一张地契，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开酒肆卖酒的。哎，准确的说，我是酿酒师。而你，该不会就刚好真是无父无母，江湖浪人一个，恰好来到了柴桑城，而他能给你免费的酒喝，你就打打杂、吹吹水，白吃白喝的住下来了。你这样说，倒也没错，不过措辞能不能稍微委婉一点啊？苍天呐，我是不是脑子抽了？我还以为你们二位是老七派过来的知音，结果你们不过是个过路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好不容易伪装来的身份，跑去救你们？我要疯！那个雷大哥，先别慌，也别难过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们二位可以帮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怎么帮？有人。怎么这么慢啊？是不是太久没打架，骨头都生锈了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怎么跟师兄说话的，老六？那你说说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光是我来了，昌河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了，所以来看。昌河，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意思。我见你干嘛呀？我过来看戏的。看戏？没错。我有预感，这次这柴桑城里一定会有场好戏发生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见识到那群传说中的天之骄子们。谢强，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剑门怎么了？他不是马上就要升新郎官了吗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死去活来的？整个西南道一共有2大世家：柴桑城金钱坊的顾家和开阳城沐浴行的燕家。半个月前，顾大公子顾洛离于柴桑城300里开外的巴别城暴毙而亡。自此，整个顾家能够当家做主的只有2个人：顾洛离的最小的叔父顾五爷，另一个则是顾洛离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我们的老三顾剑门。但司空长风都跟我说过了。他皇舅爷为哪里变出的这些东西？别问，问了就是做作。顾洛离身死不到3日，顾五爷便仗着他叔父的身份，给他定了一门亲事。而这个亲家就是燕家千金燕琉璃，就是今日在马车里的那位。他的兄长便是燕家的当家人，也就是与你在酒馆里喝酒的那位燕别天。原来这门亲事是这么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顾家大公子不是突然暴毙，而是燕家和顾五爷联手策划害死了他，然后想通过这门亲事彻底的控制失去当家人的顾家。可是这样一来，顾家不就成了燕家的囊中之物？这样做
对顾爷有什么好处啊？没想到啊！你这么个少年郎，竟然对这世间污秽的人心了解的挺深呐。对，顾爷虽然在顾家空有个叔父的名头，但他没有权，所以他心里早就不甘了。此事一成，若他成为家主，失去一个西南道第一的位置，又何妨呢？难怪这座城这么奇怪。也就是说，顾府附近，不，整个顾府都已经被燕家控制了。是几乎都被燕家给控制了，直到这位小白兄弟出现在了龙首街。所以啊，对燕家而言，你很蹊跷。不蹊跷，一时兴起，一时兴起。我还有个事儿。你说。那边有个女鬼。人被救走了。是，属下无能。不怪你无能，北离八公子一次来了2，你们自然不是对手。你是从我这儿学了什么多嘴的臭毛病？明知道他是谁，你还调侃他啊？谁呀？燕小姐，金戈公子、卓墨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幸会。啊，也不算是初次，护送你一路上，咱们见过很多次。你就是白日里在马车里的那个姑娘？你就是酒肆的小老板？还没死呢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啊。老七与我说，他要邀请一位关键人物，我也是没想到。请坐。不知燕姑娘是何意啊？为何白天还放任手下大杀一场，晚上却亲自跑过来和我们密会？好问题。因为我爱他。你爱谁？我的天哪，多新鲜呐！你竟然真的爱顾剑门，所以你们燕家把顾洛离给杀了，就是为了让你顺理成章的嫁给顾剑门。是你疯了，还是整个燕家都疯了？我看是你疯了。你能不能闭嘴？你爱的，应该是前几日暴毙的顾家大公子顾洛离吧？看来是我猜对了。是的，我爱的是顾洛离，但没人知道，我兄长要借我的婚姻，从而控制整个顾家。他杀了我爱的人，还想拿我当棋子来设局。所以，你是故意入的局，为的是破局。是的。婚礼那日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顾剑门的。我要嫁的，只会是顾洛离。恕我直言啊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又如何呢？我还是爱他呀。燕小姐，你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？抢亲。抢亲？不久之后，你们的兄弟会去劫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就带着那个东西来抢亲，然后做好杀人的准备。对了，你们要记住，下棋的从来就不是我的兄长，而是我。恕我直言，有点变态。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女人能有多正常？对了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兄长身后还有其他势力，
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什么？你要去抢亲？李大哥昨日不是去寻找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世间人人都识得北篱八公子，你们不宜亲自出面。至于其他的人选，能帮忙且愿意帮忙的人又屈指可数。更何况，也不好让无辜之人平白的卷入这场纷争。既如此，那不如让我试试。掌柜的，为什么？我确实之前是想过找你们帮忙的，我甚至连说服你们的理由都已经想好了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确实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把一些无辜之人卷入其中。可无论我想与不想，我都已经卷入了呀。我想听的是你真正的想法。名扬天下。什么？我想名扬天下。古先生，有客至，可愿相迎？迎。情友之间，当以情因治好。先生以为如何？是仙子。我以为只是一个贵客，没想到是来自天外天的贵客。先生认得我？你的眼睛和你的母亲很像。原来是家母故人，那还请先生助我们北阙一臂之力。我知道姑娘此行的目的，可我已不问世事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仙子姐姐在看我。徒儿，该醒醒了。我感觉我要醉倒在这王眼眸中了。傻孩子，真给为师丢人。仙子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如你先回答我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东君。东君。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石拂柳端。不信蓬莱千万里，
春风还未过人间，真是个极好的名字啊！东君可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仙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不如我来找你吧。等哪日你名扬天下，世上谁都知道你在何处之时，我便来找你。果真是个少年啊！确定不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我是在夸赞你。他这是在阴阳怪气的说我，他脑子有病。讲真的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抢了这次亲就能够名扬天下呢？因为这不是门普通的亲啊，正如燕姑娘昨日所说，这门亲事乃西南道的登基大典。既然我已经得罪了燕家，靠着酿酒混入婚宴扬名的办法已然是行不通了，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堂堂正正的抢了他这门婚事。到时候宾客满座，看我如神兵一般从天而降，无一不为我英勇的身姿所折服。掌柜的，过了。哦，原来你小子是为了女人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不是你就没想过吗？如果你为的这个女人知道你去抢了别人的亲，她不生气？怕什么？有你们北离八公子作证，你们不是都去吗？我这可是为了生死义气。去吧。不去吗？应该去吧。看看花，今天刚采的花。我们家新出了几个菜，尝尝。小姐，是我。静。小姐，什么消息？燕家那边同意我们的要求，为表合作诚意，会将那样东西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。有了那样东西，一旦我们将燕家扶上尊位，西南道便尽在我们掌控。闪开！不闪。来者何人？你可知我乃西南道燕家之人，得罪我们，可有想过下场？巧了，我们找的就是燕家的人。告诉他们，留下东西，饶他们不死。听到了吗？我家公子说了，西南道燕家算个屁呀！留下马车里的东西，饶你们不死。前半句，我可没说。我知道公子你肯定想这么说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家公子倒是何人？我家公子可是……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上去揍他们！公子，你让我说完，听到没有？
我家公子说不和你们废话，让我揍你们。欺人太甚！记住啊！公子点灯美人陪，杀人放火金腰带。你是8大公子中的领月，传说你容貌绝代，也因此特别讨厌别人看你的脸，故而出行必在轿中，能不露面就不露面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公子，怎么办？被人看出来。早说了，做人不要这么讲究，这事也太明显了。我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的身份，但别人一下就知道了。看来我是真的很有名。也是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被公子榜评为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。是我，不是我们。那老子就来会会你8大公子。不堪一击，不堪一击呀！还不出来帮忙吗？很美的一把剑，是吗？那可配得上绝代的柳月公子。人非剑气，如何混为一谈？敢问剑主何名？白发仙。有趣的名字。我这把剑以美扬名，若是这把美剑可以杀死大名鼎鼎的柳月公子，是不是也很有趣啊？你有信心杀我？有些难度，不过我想试一试。很多人都想试一试，但我依然坐在这里。是吗？公子，又来了许多人。感觉到了，轻敌了。在杀你之前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我想看看你的脸。世人以白为美，唯他通体着黑；世人尚美宠美，唯他爱丑怨丑。你是墨尘公子，
墨、小、黑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这次抢亲危险不危险？当然危险。要我说，你就不该去抢这个亲。那自然就是了，总要有一些准备，给自己留个后手。哎，我看燕姑娘也有几分姿色，真没法和那仙子姐姐相比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，知道什么是一往情深吗？哎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，哼，我可不喜欢情情爱爱。啊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你不正常。我只是说我不喜欢那些矫情的爱来爱去，就像我师傅一样，一点也不自在。你师傅？对啊，我师傅，就是将这个银月枪传给我的人。好吧，其实他也不算是我师傅。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浑身长满烂疮，躺在一个废弃的道观口等死。那可是追虚枪林9，却落到这般境地。后来我救了他，他教了我5日枪法。然后呢？然后5天之后他就死了。临死前，他让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家乡。他跟我说，他曾经在那儿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。那个女子呢，每日清晨都会在湖边梳头。他当时只是个穷小子，而那个女子却是镇上最美丽的女子。于是，他下了狠心，拿起枪便去闯荡江湖。只是这一入江湖，便是整整的30年。30年？那女子早该嫁人了吧？在他离开后的第3年，那女子便嫁人了。他甚至都不会记得，曾经有那样一位少年，每日早早起来练枪，只为了看他一眼梳头的样子。你师傅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。了不起吗？或许吧。你看啊，这就是江湖。所谓的情啊爱啊，根本就没有。人生苦短，何必给自己找累受呢？孙长风啊，你说你是个江湖浪客，一杆长枪，一壶烈酒，浪迹江湖。请问你浪迹的是哪个江湖啊？江河湖海的那个江湖？那只能叫浮水，怎么算得上是浪迹江湖呢？哦，原来是有人的那个江湖啊。对啊，既然有人，那便会有7情6欲，那情和爱便会是理所当然。也正因为有情、有义、有英雄、有美人，江湖才会如此动人。就当我说不过你。之前你说你快要死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有15岁之后的记忆了，在之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。但练了枪之后，有了武术功底，发现自己的心脉早已严重受损，没有几日好活了。白同学，要不我替你去抢亲吧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，我要自己去。名扬天下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让你名扬天下呢？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长了一张看上去就能名扬天下的脸，或者说是我天生骨骼清奇，是个100年难得一遇的绝世英才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？哈哈哈！四顾长风，干嘛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死的，你也不会死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医术很高明，等我们抢完亲，我带你去看病。谁要担心你啊？还有，以后少说大话。走了走了。哎，你等等我呀。
不过你今天跟我讲的故事，倒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呀，让我更加坚信了我做的没错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得抓紧时间了呀，不然我心爱的姑娘或许也要嫁人了。雨姬，季轩，怎么样了？东西丢了，也不知那柳月从哪里来的。他一个人来就罢了，还有，那传闻中跟他不对付的莫小黑也来了。那你，我撤得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只是那东西，他们带着他走不远的。我们赶紧回柴桑城，提早做准备。好。也不知他要这个东西，想玩出什么花样来。看出什么了？不错，不错。什么不错？你来了，很不错。我来之前，老七可没告诉我，要救的人是你。这就叫做冥冥之中天注定。走吧，方才那个人不是西南道的，看来燕家的背后还有另一股势力。天下第一的美公子与丑公子，还真是有趣的联手。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二公子，明日我可以穿白衣吗？恐怕不允。婚礼之上，应当穿红衣。只有参加葬礼，才穿白衣的。可谁又知道，明天是婚礼还是葬礼呢？司职李雪峰诬告宋国公之子萧轩一罪，成立。哎，说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下场，宋国公什么人呢？这么一个六品小官敢诬告，岂不是找死？就是，活该。快看，干什么？痛了一晚上，我告诉你，我耳朵都快痛掉了。关我屁事啊！赔给我的劣质耳环，你看都红了，疼得要命。没那么夸张吧？不就是红了一点吗？哎，你昨天晚上肯定是揪了一晚上，不红才怪呢。啊！疼啊！还知道疼啊？好，我知错了，我给你买副真的还不行吗？你每次都这样说。啊！哼！下手那么狠。你是不是被我骗怕了？这次产生幻觉了？滚！我告诉你，这次要是不给我弄副真的，我弄死你！举秀才，不知书，查笑脸，不别居，谈素清白，说如泥。高策良将，切如鸡。现在乞丐也这么有文化。再来一遍啊！讨饭不容易啊，老子破案赚钱去。死者在东市街头被发现，四肢挛缩成斗拳状，应该是火烧致死。但是他的衣服又是完好的。死者名叫彭康，3年前秀才科录的第2名。
听说当年他的文章颇受好评。死亡时间推测是昨晚亥时左右，尸体没有任何外伤，还是跟我一开始判断的一样，火烧致死。太奇怪了。是啊，我问过了，案发现场昨天没有火灾啊。那里是不是案发现场还不一定呢。你是说，他可能是在别处烧死，再被运过来的？三炮，调查一下昨晚整个长安城，看一下哪里有火灾。得嘞。哦，对了，老大，我朋友说那彭康啊，可不是什么正经秀才啊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彭康在坊间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，靠写风月之诗赚钱。他早年才华横溢，考上了秀才是不假，可他来到长安城没多久，便沉迷于花花世界，夜夜笙歌。他可是玉琼楼的常客，连头牌林基对他都青眼有加。还有这么丰富的背景啊！那我们去趟玉琼楼看看，查完后反射箭。大理寺办案，去把林基给我叫出来。官人莫急，我这就去叫。灵儿，灵儿。妈妈，找灵儿何事啊？快来，这位官爷想问你点事儿，你如实回答便是，不用紧张。是。听说林姬姑娘昨日和彭康、彭秀才在一起。正是，我与彭公子去了曲江池，弹琴饮酒。曲江池？正是。在那之后呢？之后就各自回家了。那请问林姬姑娘，还记得回到玉琼楼时是什么时辰吗？差不多，快到戌时了。戌时。这位官爷，你看我们这儿还要做生意。昨晚彭秀才跟你在一起时，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，跟往常一样。我问完了，打扰了。慢走啊，慢走，慢走。我该查的，该问的，我全做了。你们猜结果怎么着？昨晚整个长安城没有任何地方失火。慢走啊！慢走。彭康昨晚和玉琼楼的林姬在一起，但案发时间，两人已经分开了。太奇怪了。唉。死者名叫刘知节，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就在死者家附近。死亡时间推测是昨晚戌时左右，情况和上一个死者几乎一模一样，四肢挛缩，疑为火烧致死。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也同样没有火烧的痕迹啊。这两个案子一定有联系。这人是干嘛的？死者曾因虎口救父而被举为孝廉，被视为大孝子。他的大腿处有一处明显的旧伤，看样子应该是猛兽所致。哎，不是，这个坊间传闻，此人被举为孝廉以后，把他的老父亲抛在家乡，不管不顾，只身来到长安城啊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，难道不是最正常的吗？还有什么关于他的传言吗？比如有没有仇家？没有听过什么仇家可以到取他性命的地步啊。这两人之间一定还有什么联系。哎，这都去过玉琼楼，这算关系吗？应该算。
林姬姑娘，请如实回答。昨晚你和刘知节几时在何地，做过什么？刘公子，昨日我和刘公子就在玉琼楼共进晚餐，大概是有事。可有人证？玉琼楼所有人都是人证。那你整晚都没有离开玉琼楼吗？是。刘公子昨日晚上吃了饭后就说要走，我还问他这么着急是有什么事，他只说临时有事要去一趟李尚书府上。他是何时离开的？大概是戌时。怎么回事？到底还要我们等多久？公务缠身，李少卿切勿见怪啊！既然已经等了这么久，就恕我直说了。今早，孝廉刘知节的尸体被路人发现，我们刚得知他昨日来尚书府上拜会过。刘知节，听下人提起过。什么意思？最近我公务繁忙，昨日刘知节上门时，我根本无暇顾及。李尚书的意思是说，还没有跟他见过面，他就离开了吗？正是此意。你也不知道他找你所为何事？敢问你们之前是什么交情？李少卿，你这是在审问我吗？下官例行公事，还请尚书见谅。想来我府上拜会的人多如牛毛，难道每一个我都需要认识吗？李少卿，你不会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吧？唉，李尚书莫生气，我已经吃好了，走吧。关于昨日刘知节来府上一事，如果你还有想问的，可以问我的下人赛薇。恕不奉陪。昨天刘知节几时离开府上的？大约是不到戌时的样子。你是怎么记得他离开的时间呢？当时他刚走没多久，外面的接鼓就响了，所以我记得。含情清白浊如泥，高策良将切如鸡。都在啊。哎，我问你们，有没有发现最近坊间流行起了一首童谣：举秀才不知书，察孝廉赋别居，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策良将切如鸡。我刚才好像也在街上听到过。举秀才，察孝廉，这不是说的彭康和刘知节吗？没错，刘知节不正是独身来到长安，把他爹抛在老家了吗？赋别居，这什么童谣啊？这么可怕！可是这秀才不知书不大对啊。科举的明经与进士可能存有舞弊现象，但秀才不可能。正是由于秀才过于难考，这每年报考人数逐年减少。你就不能别这么正经吗？这个彭康都已经写风月之诗赚钱了，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不知书了，好吗？照这么想下去的话，那后面两句你是代表两个人喽？有可能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策良将切如鸡。
这怎么想啊？这范围也太广了。三毛，这尚书府的下人说刘知节大约是不到戌时的时候离开的，而刘知节的死亡时间是在戌时左右。可是从尚书府到刘知节家，最快也得1个时辰吧？对啊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明天再去一趟尚书府。四娘呢？她说她去看耳朵，回来收拾你。喝的茶记账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！他们人呢？他们都走了，只有我这么好，还在等你。那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走啊？哎，我舍不得啊。怎么样？你今天去看的医师，怎么说？别提了，我要被他气死了。怎么了？我就跟他说我耳朵疼，我疼了一晚上，又红又肿。我问他我耳朵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他就瞄了一眼，说我耳朵没事儿，然后直接问我最近有没有吃什么蕈类。我当然是没有啊，我上哪儿去吃什么蕈类啊？他就说我耳朵可能没事儿，我人可能中毒了。那最后他怎么解决呢？他让我观察观察。还得笑老娘，把你小毛可以找你。赛薇，赛薇，夫人，主人还没回来吗？是的。下去吧。李慧，啥？不，这什么情况？初步看来，和之前2具尸体的死因是一样的。这我也看出来了，说点别的。别的没有。怎么又死了一个秀才，一个孝廉，一个尚书？这不正是那首童谣吗？举秀才不知书那首童谣。是啊，查孝廉，赋别居，寒素清白浊如泥。这不就是在说贪官李慧吗？你小心点说话，不怕掉脑袋啊！李少卿，夫人马上就来，请稍等。这个尚书府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，我还以为得哭倒一大片人呢。他们难道还不知道？不可能，大理寺早就有人来传讯了。你们夫人还好吗？夫人她一直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什么也没吩咐。没有，我们都有些担心。李少卿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夫人还好吗？还好。还请节哀。我们这次来是想问你些问题。请说。昨夜，李尚书不在府上吗？没有，昨夜主人彻夜未归。可知道他去了哪里？我家主人最近公务缠身，有时也会直接留宿在宫中，所以我并没有每天问他会去哪里。那夫人可认识刘知节和彭康这2人？不认识。哦，刘知节在前一天晚上来过府上，夫人当真不认识吗？
有印象。那夫人可有听说过这两人与李尚书有什么关系？没有。夫人，你对李尚书好像不太了解。李少卿，我家主人刚过世，有很多事情我也想问个一清二楚。我理解你们查案的程序，可是也请你理解一下我刚死了丈夫的心情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李少卿就是查案心切。既然你对你家主人的事情都不太清楚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宋可，请。你今天这样问，什么都不可能问得出来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那位夫人就是不想与你多言。你的意思是，她故意隐瞒我？谁？出来！官人息怒！官人息怒！偷听我谈话，有何居心？官人，小人有话要说，请各位官人借一步说话。说吧。刘知节刘公子来我们府上那一。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瞒着我们。林七姑娘，请跟我们去一趟大理寺。得罪了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去大理寺？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做过什么吗？接连死去的彭康、刘知节、李慧，都在案发当晚见过你。现在，你还敢说跟你无关吗？官人，刘公子和彭秀才在案发当晚的确都与我见过面，可我也早就说过，他们在发生意外的时候我都不在场。至于你说的那个李慧，我并不认识。李慧、李尚书，昨晚也在玉琼楼。昨晚是我最后一次演出，前来捧场的客人不计其数。我想，这位李慧、李尚书也许是其中一员，可我并不认识啊。大胆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擅自闯入林七姑娘的房间！萨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，哎呀，我今天心情有点抑郁，所以我就在这个园子里瞎逛。哎，这个时候我就闻到一股特别奇特的花香。哦，原来你们俩是一伙的呀！
一会儿啊。你怎么回事？对不起啊，林姬姑娘，我不小心打翻了你的花盆。这样，我马上帮你收拾干净，就像刚才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马上帮你收拾干净。哎，没关系，你小心，别划了手。小小，打扫一下。是。谢谢啊。哎呀，你这房间真不错啊，阳光充足，真是适合养盆栽啊。官人，萨摩，该走了。好，走。双燕，啊，来，哎，去吧。好。哎，你让双叶干嘛去？饭都不让人吃。干嘛神神秘秘的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好饿呀！四娘，我跟你说啊，萨摩他在人家姑娘的闺房里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但一直都不出来。看不出来啊，萨摩，深藏不露啊。哎，你们案子查得怎么样？本以为最有嫌疑的是林姬，但他的确有不在场证明。最后一个理会，似乎跟他没什么关系。并不是所有的杀人手段都需要凶手在场的，李少卿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暂时还没有。还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，刘知节是在李尚书府上突然死去的。突然死了？嗯，这个尚书府下人跟我们说，这个刘知节死的时候啊，一直喊什么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结果后来真的像被火烧过一样就咽气儿了。你说吓不吓人啊？这是幻觉吧？干嘛？萨摩？没事。我想到了个东西，你们继续。你们说啊，这个李尚书真的是寒素清白浊如泥吗？他可贪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正常。正常。根据这个凶手一晚杀一人的惯例，那今晚肯定就是高策良将切如姬这个人了。良将？难道又是一个朝廷重人？老大，你不会有事吧？哎，三炮的意思是说你是切如姬哦。嘿嘿嘿。子苏不在，还真是麻烦。哎，你们的卷宗查的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关系啊？我们俩呀，昨晚把大理寺的卷宗翻了个底儿朝天。那彭康跟刘知节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他们跟李慧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他们过去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李尚书绝对有能力销毁案底。三炮，你去通知子苏，我有事找他。好好好。我能查到的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么说，他们三人当年当真都参与了这桩案件？是的。哎呀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！你们都到齐了，听我说啊，萨摩让我检查他们的腹腔里面有没有相同的物质，我没有查到，但是我给他们开了颅。如果是吃了什么中了毒产生了幻觉，肯定也会影响到脑部。果然，他们三个的脑内都出现了水肿和点状出血的症状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先说说你的发现。5年前，一位叫做林雪凤的司职，诬告宋国公之子萧训参与赌场盈利，司职被判流放，
但在途中突然天降火烈，资职被活活烧死，后被人议论为天谴致死。而当时为萧训作证的，正是彭康、刘知节和李慧。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得去一趟萧训府上了。什么？你知道凶手是谁了？他今天晚上会自投罗网的。脑花儿哎！哎，三炮，脑花儿。真是赏心悦目啊！萧某知道灵姬姑娘已是自由身，却还能答应萧某的邀约，真是萧某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萧公子过奖了，今日之约是早就说好了的，灵儿不会忘记。公子，可以开饭了。上菜。灵姬姑娘，请。让开！哎，李少卿，您不能进去。外面怎么回事？好像是有人闯进来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闯国公府？哎，大理寺李治。李少卿，怎么突然造访？也不事先通知一声。临时起意。那要不坐下来一起？我们可不是来吃饭的。老大，银针变黑。萧公子，你可要感谢我们了。这酒有毒，你要杀我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彭康、刘知节和李慧，也都是你杀的？是我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说理由。既然你们已经现场抓住了我，那我也就认了。承认下毒却不肯说理由。好啊，那就把你带回大理寺严刑拷问，看你受不受得住。带走。血呀！我流血了！主人，血呀！叫大夫！叫大夫！哼，真是高策良将，切如鸡呀！老大，抓到了，过去！高轩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？我怎能让你替我认罪？你姓林，对吧？姓林，名高轩。童谣是你散播的，对吗？你是通过童谣知道的第4个人是萧训。
不是，童谣只是为了增强天谴致死的效果吧。我们之所以知道第4个人是萧训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查到了5年前关于林雪峰的案子，而且李慧昨天晚上去玉琼楼也根本不是去看林姬姑娘最后的演出的，她是去找萧训的。李慧应该是看见彭康和刘知节接连死去，所以她怀疑是萧训要为当年的事情杀人灭口，她就找到他想问个清楚。你知道萧训对林姬倾慕已久，自然不会错过最后这次演出。李尚书寻人心切，才来到玉琼楼，刚好为你提供了下手的机会吧。你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是说银针变黑啊？那是因为我们在银针上动了手脚，双叶给银针涂上了特制粉末，遇水就会变黑。我只知道你是通过下毒的方式杀人，但因为我不了解那种毒，我不确定它是否会让银针变色，所以我想林姬也不是很清楚啊。我不过是借他引你上钩而已。那你是怎么知道我通过下毒的方式杀人的？你可能不知道，刘知节死前去找了李尚书，并且就在尚书府毒发身亡。我们从尚书府的仆人嘴里得知了刘知节死前的样子。我听说南诏有一种毒训，这种毒训会使人产生幻觉。曾经有人因为误食这种毒训，产生幻觉，莫名死亡。这种幻觉强烈和真实到会让人的身体自动产生相应的反应。于是乎，我大胆地猜测刘知节就是中了这种毒训的毒，才产生幻觉而死。因为只有产生幻觉，才会使他的大脑受损。果然，他们3个的脑内出现了水肿和点状出血的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彭康、刘知节和李慧，他们都在死前产生了被火烧的幻觉，才会出现四肢挛缩成斗拳状，衣服却保存完好，身边也没有着火痕迹的情况。你们因为听说了这种毒训，就确认我是凶手？你们大理寺判案，依然是那么异想天开啊？当然不是，我在林姬房间里发现了几盆长势喜人的植物。我马上帮你收拾干净。我是后来才听说南诏的毒训的，想要在长安种植南诏的毒训，想必也必须用南诏特有的红土吧。不然，可以让林姬姑娘为我们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她的房间里会出现南诏独有的红土呢？知道了杀人手法，也锁定了嫌疑人，林姬的确有很大的嫌疑。可是，我在你的房间里还发现了2样东西：一把同心锁和一块绣着一个林字的罗帕。而且你正当红，却为自己赎了身，这都证明你早已心有所属吧？我本来以为你手帕上的林字是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完成，可当我知道5年前林雪峰的案子之后，才知道你心中的那位林公子，应该才是这整件事件的始作俑者吧？我承认，彭康是我杀的，刘知节是我杀的，李慧也是我杀的。我要杀的第4个，就是萧训。可是就是有你们，竟让他逃过一劫。林雪峰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哥。林雪峰诬告萧训一案，是否另有隐情？还用问吗？参与毒贩盈利的本就是萧训，我哥为了抓他，将他揭发。结果萧训集结一帮小人，污蔑我哥。大理寺判我哥诬告罪名成立，在流放途中被这帮小人活活烧死。这就是你们判的案。
我哥是我们林家衰落多年后第一个进入大理寺的人，当时家中所有人都视他为林家东山再起的希望。没想到，他被人诬陷，还被那些恶毒之人赶尽杀绝，落得天谴之死的恶名被逐出族谱，一条无辜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。我当然有理由为我哥报仇。这些人是对是错，自有律法定夺。若都像你一样要替天行道，那这世上还有没有王法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谈王法？就是因为你所谓的王法，我的哥哥无辜死去，我的父亲因此郁郁寡欢而病逝。大理寺的高官呢，一任接着一任，试问有哪一任曾为他们错判的案子悔恨内疚过？说到底，拍下惊堂木的是你们，只要错判一个，你们就是刽子手。你们若真的做到秉公执法，世上还会有冤魂吗？既然律法如此无用，何不让我亲自审判这些罪孽深重的人？我认罪，但我没错。你让自己成为杀人凶手，林基呢？他怎么办？林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我哥的事情，他只想好好跟我过日子。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他。我都知道，知道你杀了人，但我不问你，因为我相信你。铤而走险做这些事，一定有你的理由，所以我选择替你隐瞒。所以，我也算有罪吗？林基，林高轩，鉴于案情复杂，明日我会面见圣上，向他提出重审5年前林雪峰一案，让含冤之灵得以昭雪，有罪之人得以判罪。谢官人。李少卿，尸体呢？在楼上。双燕，去楼上看看。这里好气派啊！李少卿，这件案子有些蹊跷。怎么蹊跷？10年之前，我们几人正在巡夜，见一名妇人宵禁后骑马上街。我们跟过去一看，那名妇人被拿飞剑刺死。事后得知，她是铸剑师郑世杰之妻。据说，郑世杰铸成宝剑之后，忽然暴毙。在那之后，其妻女也先后死于非命。可后来，那把剑竟然不见了。所以，你认为这可能是邪灵作怪？正是。本案的2名目击者称唐元也死于飞剑。老大，怎么样？尸体检查过了，唐公子的确是死于剑伤。三毛，你觉得
萨摩。萨摩多罗。什么？柳娘跑了？我不是让你把她看好的吗？属下无能。闭嘴！此事不许声张。我看唐元八成就是他杀的。这要让外人知道，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啊？谁？我胆敢在此偷听？我没偷听啊。那你在做什么？听。上。大胆！大理寺办案。官人别误会呀，方才我确实是提到了柳娘杀人，但也只是猜测，并无证据。那柳娘现在人在哪？跑了。找到她。是。柳姐姐一定不会那么做的。我从小跟着她长大，她是连蚂蚁都不忍心踩的人，怎么可能杀害唐公子呢？你既然知道她爱慕唐公子，你还……男女之事，谁说的准呢？看来你还真是挺爱慕唐公子的嘛，把他的名字戴在手上。您见笑。哎，客官，您里边请。来，李兄，来，你们喝一个啊。这剑怎么看，也就是把普通的剑啊。要我说呀，这就是情杀。那燕春阁的老鸨说得很清楚，这一开始啊是柳娘跟唐公子好，后来呢唐公子变心，柳娘由爱生恨，悲从中来，一剑刺死了唐公子。那你说说看，这柳娘是怎么让剑悬空刺死唐公子的？难道是她召唤出了剑灵？绝无可能。哎，干嘛去？我要再去看看青云姑娘的房间。萨摩，柳娘找到了。青云，你给我出来！好好的柳娘，怎么就在他的房间里丧了命啊？柳娘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再胡闹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要跟那个贱人拼了！跟谁拼了呀？哎呦，两位官人又来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给你们安排安排呀。不用了，有话要问你。哎呀，您尽管问。保姆，你对姑娘们可够大方的，她们的衣裙都是用天蚕丝做的。公子说笑了，这天蚕丝啊，只有当初唐公子送过良品给当时还是花魁的柳娘。柳娘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认罪吗？
这根是我刚刚在青云房间里发现的丝线，是天蚕丝。这种天蚕丝坚固不易断，而且透明不易被发现。青云的房门上有2个小孔，有人用天蚕丝穿过小孔，把剑绕梁悬挂。只要外面有人一推门，丝线受力正断，剑就会刺向唐公子。这也不能说明就是柳娘杀了人呐。这找到了，老大。正如保姆所言，这燕春阁里好像只有你柳娘才有天蚕丝做的衣裙吧？当真是你杀了唐公子？他说过要娶我的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你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跟我们走吧。想不到这个柳娘啊，还是个情种。她为了个男人，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哎，老大，哎。贪钱多俗啊！哎，关于这个案子，我是这么看：尽管能够用机关暗算唐公子，唐公子又不傻，他干嘛不躲呢？再说了，凶手又不在现场，怎么能确保一剑就能刺死唐公子？说下去。哎呦，这块怎么老擦不干净啊？怪了！哎，你过分了啊！你会不会是看上柳娘了？依我看，她都已经认罪了，没有必要再追究嘛。哎，本着对每一个生命都负责的态度，查，使劲查。哎，对了，如果真的是柳娘做的，她为什么一定要按照10年前的方法来杀害唐公子呢？难道咱们抓错人了？我现在就回大理寺，让他们把人放了。等等，不行，现在是柳娘自己认的罪，没找到真凶前，不能轻易把她放出来。依我看嘛，我们还得先从那把剑入手。这个是你们铺子里面全部的不一样了吗？啊，是。行，我再看看。哟，哎，老板啊，这家店以前是铸剑铺吧？两位官人，还是请你们离开吧。啊，我们是大理寺的，请你配合调查。老板，你也别怕，我们就随便问几个问题。两位官人是不知道啊，当初我盘下这家店，是费了很大功夫啊。盘下了之后才知道，这里原来横死过一家3口人。你对那一家3口了解吗？只听说那对夫妻是有名的铸剑师，向来是乐善好施。平素也没听说得罪过谁呀，恐怕是得罪了剑灵，才遭致横祸呀。剑灵？是这个吗？哎，不是，这就是当时那把剑哦。离我远点！天灵，怎么？我老王从来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啊。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：周围店铺有没有与当时这对夫妇比较相熟的？难了，连花儿都一天一个样。就别说这长安城里的铺子了，您明天来看到这一条街都换了新铺子，哎，那都不稀奇啊。走，去唐公子府上看看。